简叔，你先回去，回去吧。把枪放下，胡警官，你还是不要退休的好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。你知道什么叫江湖吗？小马用滚烫的热血告诉我，江湖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债。有着宋子豪为小马复仇后，我再次入狱，可命运并不打算让我残度余生。那天胡警官找到我，说有个国际伪钞集团来了香港，怀疑是我师傅龙四干的，希望我能戴罪立功，潜伏到他身边收集证据，并且阿杰已经开始了行动。虽然我不相信已经金盆洗手15年的龙四会再操旧业，但为了弟弟的安危，我只能答应下来。我出狱那天立马找到了龙四，岁月在他的脸上刻满了疲惫。当我谎称自己是逃狱出来的时，他浑浊的眼珠里瞬间炸开惊痛，和当年叫我开枪时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截然不同。回去自首吧，大丈夫做错了事要挺起胸膛的走进去，挺起胸膛的走出来。我离开这个圈子10几年，想走回正路，还是被人迫害，想表示清白，没有人相信。听着他跟我同样的遭遇，我深有体会，但我却不敢直视他真诚的眼睛，我害怕我的谎言让他失去从善的决心。第二天，我成功和阿杰在宴会上碰面。阿杰告诉我，黄正国和2个黑帮准备夺取龙四的船厂。我知道这件事的水潭时，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，让我来做好了。你玩不过他们的，我既然做了，要有始有终。他戴上警徽的样子，比我当年戴金表更像亡命徒。做哥哥的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守护着他平安走完这段路。与此同时，龙四被黄正国强行带到包房，想要强买强卖。要么就签了这些文件，要么就吃1颗子弹。我不相信你敢开枪，不信就试试看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，龙四的好兄弟高英培气愤地掏出手枪对准黄正国，一心想要洗白的龙四急忙出手阻止。黄正国也示意自己带来的杀手小庄开枪，却不料小庄竟将枪口对准了自己。就在龙四手中的枪走火时，小庄一枪打爆了黄正国的头。龙四有些恍惚，以为是自己误杀了黄正国。楼下的周警官闻声赶上，也被小庄一枪击毙。一时间，在场的人都以为是龙四打死了周警官，纷纷吓得四散而逃。看着精神恍惚的龙四，我明白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，于是立马带着他逃到结束的车行。这摆明是嫁祸嘛！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没人会相信他。黑白2道都在找他，他一定要避避风头。那需要你帮忙。在坚叔的安排下，龙四连夜逃到美国寻找自己的好友阿森避风头。然而龙四刚走，高英培就找到他女儿询问龙四的下落。询问无果后，竟丧心病狂地将他杀害。我得知消息后，心里十分愧疚，不知道该怎么跟龙四交代。我知道他对女儿的感情就跟我和阿杰一样，我害怕他知道消息会彻底崩溃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找到陈博寻找帮助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曾经小马的战袍，子弹穿透的不仅是布料，更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。这时，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。从陈博口中得知，那是小马和孪生弟弟阿健小时候的合照。阿健喜欢四海为家，如今正好在美国经营着自己的餐厅。于是我请求他帮忙照看一下在美国的龙四，可没想到他找到龙四时，他已经痴傻在精神病院遭受着折磨。原来他思女心切，竟主动打电话给高英培，让其尽快将女儿送过去团聚。在得知住址后，高英培立马联系美国黑帮，不仅将龙四的好友阿森杀害，就连其几岁大的女儿也没有放过。警察的到来虽然救下了龙四一命，但强烈的愧疚感让他变得精神失常。阿健偷偷将龙四带回自己的家中悉心照料，而经过这些事后，我也明白高英培就是幕后黑手，于是准备加入他们获取信任，寻找他们的犯罪证据。可高英培这个老狐狸十分狡猾，他让我想要加入他们，就必须替他们杀一个人。我虽然内心翻涌，但事已至此，已经无法回头，只能答应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让我杀的竟是阿杰。这一刻沉重的心让我装不下去，但听到高英培让小庄下手时，我不得不站出来。我必须将兄弟情谊碾碎成表演道具，才能维系最后的翻盘希望。2兄弟，他相信1个就够了。沾着兄弟血的子弹，让我成功获得了高英培的信任。欢迎你加入本公司。等所有人都走后，我迅速折返，带着重伤的阿杰来到医院。好在经过抢救，阿杰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在美国的阿健和龙四却再次被高英培请来的杀手盯上。阿健知道，想要摆脱他们，只有杀出一条血路，可仅凭一己之力，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你女儿已经死了，她已经死了，你醒醒好不好？醒醒好不好啊？
我10几年的心血也一样被炸掉，我从来没有后悔，也不需要人同情，不会像你这样在这等死等人可怜。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。前面只有一条路，我要你帮我一起打出去。如果我们不打，我跟你都会死在这儿。如果打赢了，死路也会变生路。我知道你行的，来呀！然而龙四依旧没能打开心中的屏障，阿健只能独自冲锋。可双拳终究难敌四手，阿健不是动枪。看着阿健痛苦挣扎的样子，龙四终于清醒过来。他迅速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将仅剩的杀手全部击毙。两人杀出血路后，准备返回香港解决所有恩怨。你倒很偏心啊，留下我哥哥那么多遗物。当然了，他对我最好了。你看这件大衣上有40几个子弹洞，特地留给你做纪念，提醒你以后不要再搞三搞四，免得你改天浑身是洞的爬回来。我得到消息后，立马赶了过去。当我看到阿健的那一刻，我一下呆住了，恍惚间觉得故人归来。小马，阿健，不管他是阿健还是小马，至少上天再次给了我和兄弟并肩战斗的机会。而阿杰发现了阿健，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像小马哥，我是小马哥。豪哥，不如让小杰也加入吧，也许他有好资料提供给我们呢。对，多个人帮忙也好，四叔怎么说怎么好。这一刻，兄弟齐聚，是要再次谱写属于我们的血色江湖。我卧底在伟超集团内部，很快得知高英培明晚将在码头进行一笔巨额交易。我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。没那么简单，我觉得有问题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不信？然而，就是我的一意孤行，导致了阿杰的悲剧。龙四也彻底向高英培宣战。高英培，我是龙四，我回来了。四哥，你身体好吗？好。一个好字也彻底点燃了复仇的怒火。由于阿杰妻子难产进了医院，我便让他退出了这次行动。本以为万事俱备，却还是低估了高英培这个老狐狸。原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我。金叔，发现什么了？这里什么人都没有，我们上当了。一时间，大批的警察赶了过来，我们只能先行离开。这时，阿健想到阿杰有可能去了高英培的家中调查，于是和我们分开前去接应。而另一边的阿杰果然没有听我的劝阻，独自前进高英培的别墅中寻找证据。就当他好不容易找到时，却被小庄发现。一番打斗后，阿杰身受重伤，拼尽全力才逃了出来。阿健见状，赶忙接应他逃离。你不能一个人就这样先走啊！你害怕？我不是怕，是很怕。那就开快点。原来高家的地牢就是应伟超的大本营。我终于完成一件事。阿杰，振作点！停车！我要打电话，先送你到医院。我们快到医院了，来不及了。没有办法，阿健只能带着阿杰拨通了医院的电话。男的女的？是女儿啊。生了个女儿，把女儿抱过来，让我跟她说说话。你真傻，她刚生出来怎么会说话呢？就算是哭声，我也想听一听。喂，阿杰啊，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。你还没替女儿起名字？好的。小马的离去抽光了我所有的江湖义气，阿杰的离去补上了最后一滴血色救赎。这一刻，我再没有了牵挂，血债唯有用血偿。当所有情谊皆成墓碑，英雄的涅槃唯有以自我献祭完成。先回去吧，我可以帮你忙的。我知道坚叔已经帮了我们太多了，所以我不想拖他下水。那我准备一条船让你离开。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，唯有用自己赤诚的血奏响江湖的绝唱，为兄弟挡下的弹孔变成再次复仇的器皿。江湖会消散，但赤诚的兄弟情终在灰烬里淬出永恒的火种，在硝烟尽头刻下星辰的裂痕。每一颗射出的子弹都是为逝去的兄弟开路。真正的兄弟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，而是明知前方是绝路，依旧为你劈开荆棘的刀；不是勾心斗角的利益捆绑，而是哪怕同坠深渊，也要唾弃你最后一口气的掌心温度。你做人太认真了，你以为好人一定有好报吗？你以为坏人就会有好报吗？我们不是好人，只是甘愿为兄弟赴死的罪人。真正的英雄是有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。田叔，你先回去。有些仗必须打，
但不需要所有人都死。让坚叔离开，既是对江湖兄弟情的最后致敬，也是为血色复仇，保留一丝人性微光。回望血色泪光，听见兄弟的笑声与枪声共振，那是英雄的绝唱，更是凡人对情义最悲壮的朝圣。英雄本色早已将江湖的悲怆刻入时代的骨骼。所谓本色，不过是明知深渊在前，仍敢以肉身做桥，渡进兄弟心中未凉的江湖。